哟，你看啊，中国人在大马人数翻番，这样的报道听到过吗？对啊，就有报道援引详实的数据。他说呢，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人在大马只有15万人啊。经过短短3年时间，根据2023年的调查，中国人在大马保守估计已经去到了30万人。这么短的时间，人数倍增。那未来还要怎样？这还得了吗？我不知道您听下来会不会感到有一丝丝的担心呢？大马它的经济稳定啊，但它的物价、房价会受到影响吗？它的教育体系会受到冲击吗？是吧？各个种族的团结会不会这种平衡被打破呢？你会担心吗？就有人会。你比如讲，我最近联系的，我很喜欢看他的视频，女博士吉吉。他最近有个视频，有人就跟他说：“你卷你就卷嘛，滚回中国去创业，干嘛留在大马？”言下之意，我想就包含了一种隐而不宣的对中国人甚至于外国人群体在大马变得越来越多的担心。我的频道呢，从开播到现在，有很大量的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欣赏和欢迎，这中间总也夹杂着一些噪音和杂音。我知道这很正常，但是我能听得出来，有些人觉得，我们就欢迎有素质的中国人来。言下之意，不就有更多没有素质的中国人到了大马吗？说你看，你们还说二家买房什么的，房价都被外国人炒高了，是吧？一天到晚说买了什么买了什么，求求你不要再讲了，我们的物价都要起飞了，听到过吧？我听到过。你说中国人到大马变多了，翻番的变多，是否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呢？这个数据真实吗？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是这个数据真实。但是因此而值得担心吗？我的想法是不值得。这又是为什么呢？就听我来分析一下，看看我通过一些数据的分析，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想法上的转换啊？我们看到最后，你有些什么想法，随时就在评论区留言，进行友好的探讨，好不好？这个报道真的是非常多啊。说回来最早在大马国内呢，像新州施华都有报道，进而我会看到英国的金融时报啦、法广这些媒体，甚至于生活在西方的一些时政评论的海外博主，他们也会来做一些评论，好像他们也有隐忧他用这个数据来代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各种担心。好像你看，大家都逃走啦这个美加澳新去不了，越来越困难，澳大利亚这些都不是很友好，只能去马来西亚。这不一下伤害2个国家的人吗？这个有没有必要？想法对不对？我就看了一下大马国内的报道，还算是客观的，没有这么多情绪不过呢，它给你呈现的这道菜就更像是把蔬菜、把盐糖这些调味料一样一样的塞到你的嘴里，好像你什么都吃了，但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想做的是一道什么菜，这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只是罗列了一堆不能自证其名的一些数据而已。我看到呢，最有价值的是他们援引了马大中国研究所的饶兆斌教授讲的这个15万去到20-30万这样的数据，又拼凑了很多的数据，那么就要找源头所以我第一步呢，就去联系马大中国研究所的饶兆斌教授，一来二去呢，我们在邮件联系上了，但是还没有机会见面。那我也等不及一开始我没当回事儿，现在我觉得这个引起大家没必要的情绪就不好，所以我也想要来用数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尝试着解析这个问题。为什么讲不值得担心？数据又真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OK 中国人在大马数量翻番这个词我熟尤其是过去经历了什么？对经历了疫情，整整疫情的3年，什么东西不再翻番连物价都有翻番的涨呢，这也不稀奇是不是？我们就去看了一下
大马在疫情期间外国人的数量确实是有一个小的下降，从 8.3% 下降到 8.4%， 然后呢又恢复了。而大马的人口增长率其实常年保持非常的平稳的，只有在疫情的那些年甚至于出现了负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数恢复，尤其是外国人恢复到原先的水平。你看2022年 7.4%， 前后都是 8.3%， 2021年应该会更低，所以外国人的人口也在快速的恢复当中。这第一个部分就说明确实是会增长这也是我支持说中国人在大马3年时间翻番增长没有什么。那么是原先中国人的基数就已经很大了，它在翻番增长还是很少，因此加了一点就显得是翻番了呢？我们就要研究这个外国人在大马的群体，大马总体的人口它是否是稳定，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呢，也还是很可惜，不论是中国的中文媒体还是在大马的华文媒体，你想要获得一些可以互相进行有解释力的数据拿过来做研究是挺难的。我就想到了经常去的 DOSM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统计局我们去看官方的数据，这个靠谱我看到大马的人口增长还挺有意思的，常年维持在2%这个指标今年的3410万也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2%获得的。只有在疫情的时候呢，这个增长趋缓趋平，在80年代末到2000年增长大概能够达到3%，说明这个人口的增长差不多和经济的发展速率也是有一些正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是题外话。而刚才也有讲过，回到外国人的群体，确实是从10多年前开始就有 8.3% 这么巧的一个数据，只有到疫情中短暂的下降为 7.4%。因此我们甚至于可以非常准确的得出来3410万乘以 8.3%， 大马的外国人有283万，就会有这么准确的一个数字存在。大马的人口在稳定的膨胀，外国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也是稳定，所以你看外国人并没有突然的膨胀变多，是随着人口维持在一个定额的 8.3%， 它的恢复只是因为疫情。 OK， 那我们再来看即便我们承认中国人有30万，这个占 8.3% 的283万也就 10% 左右嘛，进而中国人占整个大马的人口连 1% 都不到。其实我觉得这就不能算多这也是我讲不要因此而引发出一些恐慌的情绪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OK，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外国人群体当中存在着来自于各个国家的人，那唯独中国人的人数在快速膨胀，而且占了显著的一个比例，和其他的国家相比中国人也更爱涌入到大马来，有没有这样？我们来看泰国拿来比较一下，它的人口是大马的2倍，7000万人，这个7000万里面3到400万是外国人，而这个3到400万里边呢，也有20-30万的中国人。对了，泰国有20-30万的中国人是吧？这个大马也有30万的中国人，那泰国的人是大马的2倍这么看起来好像中国人更爱来大马，中国人看来大马是蛮多的，好像确实是这样，他们形成了一个1:2的关系，就是有2倍的概率中国人更爱去的是大马而不是泰国，看上去是这样。不过我们再放到更大的群体来看一下，你知道吗？像日本、韩国，他们的国家的人在大马也有几万，可他们国家人口只有中国的1/几到更少的比例，他们在大马不也挺多的吗？根据2019年的数据，新加坡在大马的人数现在也已经去到11到12万，而且还在增加。
你看新加坡这么小的人口啊，他们在大马就有这么多的人，当然两国很近了，但是因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大马不算多啊，并且呢，如果考察在新加坡有多少中国人更有意思，新加坡500万人口啊，这里边有45万中国人，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新加坡人口大马的1/7，但人呢是大马的2倍啊，我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同样一个中国人，可能有10倍的可能性是去新加坡啊，有1倍的可能性在大马，再有呢0.5倍的可能性去泰国啊，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再把这些综合来看 ，OK， 好像你说中国人在大马翻番，主要受疫情的影响，它不占外国人群体的绝对主流，它呢也没有快速的增长，好像就不值得有什么担心了，你说是不是？我拿这个数据啊，其实呢只是想做一些数据的推演，因为有时候啊，我们看到数据就很容易产生情绪，这样的情绪其实是不准确的。比如说法广的这个文章就说，因此啊，穆斯林会很担心很多中国人涌入，让华裔的群体变大。我觉得这个想法和担心就变得大可不必。因此，如果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不好的舆论出来，那也是造成了不太好的一个结果。我就是想要以正视听。那像有些博主分析啊，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他借由这个数据呢，去分析大马的魅力所在，是吧？大马的经济，你看上半年也证明了是快速的在增长，它也很容易的获得非常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价格也不那么贵，不论是小学、中学、大学都是这样。大马的生活品质、生活质量又特别高，这都是我们一直认可的嘛，是吧？我个人啊，倒是要觉得，一定说在人口结构上，大马有什么要担心的话呢？反而是老龄化。虽然中国这个问题啊走得更前面，或许可供研究参考。大马呢也会从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啊8%左右，增长到2040年的15%。而城镇化呢，使得整个社会互助体系啊相对会被削弱。新生儿的出生率呢也会降低到轮替的2.1个小孩，降低到1.7，再往下。因此呢，人口的老龄化逐步的变成一些问题啊。人口快速的达到65岁以上，达到一定比例呢，也要远高于像菲律宾啊或者亚洲其他的一些国家。因此，对它的社会保障体系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的挑战。我觉得这是问题所在。OK， 跟大家闲聊一下啊，谢谢大家。现在不能叫我马吹了吧？